我和陆少卿结婚的第5年，他带回来一个留洋归来的女子。那女子顾盼生姿，眉眼间和曾经的我有些相似。陆少卿把她护在怀里，生怕我生度伤了她。她和你不一样，她读过很多书，不像你，大字不识几个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小脚，笑而不语。后来她家道中落，我成了第1女商人，她面露屈辱，求我救济。我笑着让人将她赶走。求人要有求人的样子，既然你看不起我，那我的钱你也不必惦记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陆少卿自幼相识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乔陆两家的关系原本是很好的，孩子都是同一天出生的，两家父母就做主给我们俩定了娃娃亲。可是我14岁那年，家中落败，陆家就和我们断了往来。后来陆少卿要娶我，他的母亲执意不让我进门，甚至3番2次带人来羞辱我。为了让母亲接纳我，陆少卿承诺在半年之内让陆家商行的收益翻上3倍。我最后虽然如愿嫁给了陆少卿，但是大婚当日，陆夫人把陆府大门紧闭，只让我从侧门进去，这是内妾的礼节。因此府里下人也不把我当少夫人看待。委屈你了，小叔，但是我答应你，等我正式接管商行，一定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5年后，他确实成功接管了陆家商行，成为了名扬四方的陆老板。可他这天却带回来一个女人。方宁和我身边的女子都不一样，穿着精致的淡蓝色洋装，戴着一顶漂亮的白色礼帽。她刚从英国留学回来不久，整个人美丽张扬，身上都带着自由的气息。我看着她踩着精致的小皮鞋，一蹦一跳地跟在陆少卿旁边，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小脚。陆少卿曾经捧着我的脚夸赞，小小的多可爱呀！但是陆少卿如今宠溺地看着方宁，给他买了10几双不同款式的小皮鞋。我看着凉亭里浓情蜜意的两人，内心一阵酸涩，仿佛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和陆少卿。少卿，我按下心中的酸涩，走近他们。陆少卿扭头，在看到我的瞬间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倒是方宁笑意盈盈地走到我面前，你就是乔叔姐姐吧？她摘下手上戴着的丝绒手套，想和我握握手。方宁身上穿着的裙子很好看，我看入了迷，下意识伸出手想摸一下上面的珍珠。陆少卿见状，猛地推开我，我脚下不稳，往后踉跄了几步。你以后少和方宁接触，她和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呢？方宁像初生的朝阳，而我死气沉沉的。以前陆少卿带我去参加商界宴会的时候，其他人身边带着的都是知书达理的年轻女伴，只有我胸无点墨，只能尴尬地看着他们谈古论今。次数一多，陆少卿就很少带我出门了。我以为他会一直爱我，直到方宁的出现。她是新时代的女性，而我是旧时代的产物，喜新厌旧，这是男人的本性。府里的下人最是有眼力见的，陆少卿对我的日渐疏离他们看在眼里，如今对方宁的宠爱也一样看在眼里。我没有娘家依靠，如今又失去了陆少卿的宠爱，再也没有人把我这个当家主母放在眼里。整个院子里只有小桃还留在这里照顾我。夫人，您好歹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怎么能被那个狐妹子欺负成那样？小桃往火盆里添了几块炭，愤然道：管家送来的那筐炭，一看就知道是劣等货，这会儿烧的屋子里都是浓烟。但是腊月的天气，不烤火取暖又不行，
我和小桃被呛得跑出屋外。哎呀，姐姐，你房里是着火了吗？方宁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她杏眼微瞪，环顾了一眼院子，眼中划过一丝讶异，似乎是在惊讶当家主母住的地方怎么会这么简陋。小桃以为他是来耀武扬威的，三两步走上前，指着他厉声道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怕姐姐不喜欢我，特地买来礼物送给姐姐。”方宁也不生气，一挥手让身旁的下人递上来一个盒子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双白色的小羊皮鞋，上面还嵌着2颗宝石，好看是极好看，但这正常的尺码我根本穿不了。方宁不可能不知道，我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他这不是在明晃晃地羞辱我是个封建余孽吗？小桃气上心头，拿起鞋子就砸向方宁。方宁侧身一躲，鞋子砸到了姗姗来迟的陆少卿身上。乔叔，陆少卿把方宁护到身后，看我的眼神像是要从我身上割下一块肉才能泄愤。他的眼神让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陆少卿冷声道：“你就这么容不下方宁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实在忍不住笑了。方宁来陆府之后，我从来没有主动找过他，图个清静，也不想给自己添堵。而那只羊皮鞋现在就在陆少卿手上，他能不知道方宁的来意吗？还是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感受了？小桃想替我打抱不平，我拉住了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柔声道：“少卿，明天就是我生辰了，你能抽空来陪我吃个饭吗？”陆少卿闻言一愣，眼里闪过一丝愧疚，但是很快就消失了。算算日子，我已经1年多没有和他坐在一起吃顿饭了。以前的陆少卿会在我生日前好久就开始准备，想要给我一个惊喜，而现在的他显然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少卿，你不是说明天带我去看电影吗？我想看那部电影很久了。方宁晃了晃陆少卿的胳膊，出声打破几人间尴尬的气氛。陆少卿看了眼我，最后目光落在方宁身上。我的24岁生日，餐桌上只有4道菜，都是素的，只有黄瓜里拌着几块五花肉。就这还是小桃去厨房死缠烂打要来的。我问小桃怎么不像其他人一样离开，在我这里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的。她眼眶一下就红了，以为我想赶她走。3年前要不是夫人偷偷给我钱，我娘早就没了。这孩子是真性情，什么心事都摆在脸上。我笑着说是开玩笑的安慰她。这时候方宁突然又来了，他手上多了一枚硕大的钻石戒指，想必是陆少卿送他的。我和少卿在饭店吃饭，不小心点多了，想着也是浪费，不如拿回来给姐姐吃。他打开屉笼，香味扑面而来，里面装着满满几大碗肉，什么糍粑鱼、红烧肉、小酥肉、炸羊排。我没忍住吞了吞口水。方宁掩着嘴笑了，小桃眼泪还挂在脸上呢，怒气又上来了。你这是把我家夫人当什么了？这傻孩子怎么和吃的过不去？我接过食盒，笑着给方宁道谢。他没想到我会是这种态度，敛起笑容，一跺脚离开了。自打方宁来了之后，陆老夫人就把他当宝贝疼，就连他老人家50大寿，都让方宁以少夫人的姿态出席。宾客们看到陆少卿亲昵地搂着方宁，都有些讶异。早就听说陆老板和夫人貌合神离，现在这种场合都带着其他女人，这陆夫人怕是马上就要换人了吧？我站在一棵桃树下，默然看着眼前好不热闹的画面。姑娘怎么一个人站在这里？我扭头看向声音的主人，
是一个穿着灰西装的青年男子。男人脸廓分明，五官深邃，整个人贵气中又带着一丝儒雅，是个很陌生的面庞。见我有些警觉地看着他，男人勾唇笑了笑：“方拓，姓惠，姓方。”看着他身上和方宁相似的气质，我很快就明白了。方宁注意到我们这边的动静，像只小兔子一样跑过来，挽住方拓的胳膊撒娇：“哥哥，你来了，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呀？”方拓宠溺地揉了揉方宁的脑袋：“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”“才不会。”方宁瞥了一眼我，眼珠子一转，另一只手顺势挽过我。刚刚远远瞧见姐姐和哥哥站在一起，还以为是哪对璧人，真的是好生般配。我像是触电般猛地甩开他，连连往后退到树干上靠着。他这话一出，简直是把我放在火上烤，被人听了去，少不了说我的闲话。方拓从方宁的话语中猜到了我的身份，也觉得这话不妥，轻声呵斥了他一句。方宁吐了吐舌头，突然又狡黠地笑了。顺着他的目光，我看到了脸色铁青的陆少卿，他约莫听到了方宁那些话，现在正死死盯着我，似乎下一秒就会爆发。陆少卿扔下满座宾客和方宁，攥着我的胳膊就把我往我院子里扯。我穿着的鞋子走不快，一路上踉踉跄跄的，好几次险些摔倒，但是陆少卿不闻不问，把我往屋内一推，然后反手锁上了门。小桃正在院子里晾衣服，看到怒气冲冲的陆少卿，就直觉不妙，用力拍门着房门：“夫人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”陆少卿应该是喝多了酒，显然有些醉了，眼神迷离。他一把扯下领带扔在地上：“乔叔，你可真是不知廉耻！我不碰你，你就去勾搭外男是吧？我不想他碰我。”死命挣扎都无济于事，肩膀被他咬得渗出了血珠，我痛到心一颤。明明他曾经也是把我捧在心尖上，我皱一皱眉都会心疼的。陆少卿醒来之后，悄无声息的就走了。方宁知道之后，和他闹了好一通脾气，他送了不少名贵的礼物才哄好他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厌气，他那之后一次也没有踏进过我的院子，路上撞见了也是扭头就走。倒是另一个人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院子里。方拓，他第一次偷偷溜进我的院子时，我被吓个半死，哆哆嗦嗦的让小桃赶他走。方先生，我可是有妇之夫，你不要名声，我还要呢。方拓耸了耸肩，反正你这院子半年也来不了一个人，不会有人看到我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留过洋，思想才这么开放。妹妹男友的妻子，他居然也毫不避讳。还是说，我看着坐在我面前气定神闲的男人，他该不会是为了方宁吧？想用美男计引诱我动心，要么主动和陆少卿和离，要么背上叛夫的罪名被赶出陆家。陆少卿虽然极其宠爱方宁，但是我不走，他就无法名正言顺成为陆夫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对方拓就更加没有好脸色了。方家一到陆城就成了商界的新起之秀，陆少卿现在又和方宁浓情蜜意的，两家门当户对，似乎是一段水到渠成的姻缘。你不会以为我是因为方宁才接近你的吧？方拓只一眼就猜中了我的想法，忍俊不禁道：“小妹确实和我提起过你，不过她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女子，我觉得有些奇怪。我和方宁的关系，怎么说都不可能让她说出夸赞我的话。”但是方拓的表情又不像是在撒谎，我突然对方拧起了些兴趣。有天方拓来找我的时候，正巧碰见我在看账本，我下意识把账本往身后一藏。方拓挑了挑眉，饶有兴致：“
外面都传陆夫人目不识丁，看来是假的了。我默声。虽然方拓没事就来找我，在这些天的相处中，我对他放下了一些戒备，但他毕竟是方宁的哥哥，我没办法彻底接纳他。他看出来我的局促，轻飘飘地转移了话题。这样也好，我家里有不少藏书，下次带几本给你看。方拓的眼里仿佛有光，我看到了在陆少卿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。他不仅带来了一箱书，还带了一些实心的洋玩意儿给我。这个是西洋镜，你一只眼睛闭着，一只眼睛从这看。我照着他的示范，拿起西洋镜，一眼就看到远处提着2大筐子蔬菜回来的小桃。把西洋镜放下来，却连他的影子都瞧不见了。我觉得新奇，拿着摆弄了许久。方拓就坐在一旁看着我笑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见识？我把西洋镜搁在石桌上，有些坐立难安。他是见过世面的人，而我在这四方天地困了20余年，我们原本就是2个世界的人。方拓蹙了蹙眉，有些事情也不是你能决定的。我一时间晃了神，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等反应过来后，鼻头一酸。方拓总来找我，纵使我住得偏，但还是被有心人抓住了马脚。这边方拓刚走，陆老夫人就带着家丁来找我兴师问罪了。乔叔啊乔叔，我一早就看你不顺眼，没想到你现在还敢红杏出墙了。他让家丁把我摁在凳子上，说是要家法处置。这会儿，陆少卿正带着方宁去了新开张的成衣铺子。可就算他在家，也不见得他会出手护我。板子落在我身上的第一下，我就痛得眼冒金星，气儿都喘不过来，给我重重的打。有你这种儿媳，真是有如我陆家门风。接二连三的板子落在我身上，我终于昏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床边围满了人。小桃正仆在我床前抽泣，陆老夫人此时脸上居然浮上一丝暖色。陆少卿神色复杂，方宁站在他身后，看不清表情。他们说我怀孕了，是陆老夫人生日宴那次，居然一次就中招了。我心里一阵恶心，扶着小桃就想吐。这些日子你就好生养胎，其他的以后再和你算账。陆老夫人命人送来好些补品，我知道这些不是给我的，而是给我腹中的胎儿的。陆少卿上前2步，坐在我床边，他眼底讳莫如深，半晌才开口：你既然有了我的孩子，我自然是不会亏待你的。我撇过脸，不想理他。用孩子争宠，我觉得可笑。方宁一直站在不说话，脸色很难看，但是他那表情不像是生气亦或者吃醋，而是心疼。方宁在心疼我，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我有了身孕后，府里其他人担心我会因为孩子一朝翻身，对我又有了明面上的尊敬。陆老夫人和陆少卿偶尔会来看看我，这样一来，方拓就没了来找我的机会。而且我还不知道他知道我怀孕后会是什么心情。过了没几天，方拓没来，倒是方宁在晚上找来了。小桃拿着根棍子拦在他面前，一脸他敢再往前走一步，自己就敢和他拼命的表情。方宁挠了挠头发，有些无奈，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。小桃，你让他进来。夫人。小桃不甘心地退了出来，但还是一副随时准备冲进来保护我的姿态。方宁坐到我对面，双手托腮，看了我许久才开口：姐姐，我来了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我板着脸给他倒了杯茶，推到他手边。当然不高兴。眼前的女孩一撇嘴，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。我终于憋不住破功了。好好好，你一来，姐姐高兴的都要哭出来了。
方宁得意一笑，凑近靠在我肩上撒娇。方宁是我亲妹妹，她一早就认出了我，不如说她就是为了我而来的。方宁以前的名字是乔宁，她在4岁那年走丢了，乔家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一丝踪迹，我们都以为她已经死了。实际上她阴差阳错下被一个富商收养了。中学毕业后就和哥哥方拓一起被送去了英国留学。他得知自己是被收养的之后，就一直在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最后查到自己的亲生家庭因为一场事故败落，父母相继离世，只有一个姐姐早已嫁作人妇。正巧方家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了鹿城，他就顺势来找我，而我是在不久前才得知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。方拓说，方宁告诉他我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带给我的那箱书里面有一本夹着一张泛黄的平安签，那是我幼时给妹妹求的。我终于明白，在陆府初见方宁的时候，为什么觉得她眉眼与我有些相似，血溶于水的亲姐妹，能不像吗？这个可恶的陆少卿，他居然敢那么对你，还让你有了身孕。方宁一改在陆少卿面前娇滴滴的模样，张牙舞爪的恨不得撕碎他。我那天发脾气，硬生生用杯子在他额头上砸了个大包，还是不够解气。我出神抿茶，心里感慨我这个妹妹脑回路真的是不一般。她知道陆少卿对我的情谊早已不复当年，我在陆府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好，所以就想以身设局，让我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好对他死心。给我送羊皮鞋就是想刺激我，不过给我送吃的那次倒不是，他是真的想找借口让我吃顿好的，但是又不能让人看出端倪。见我不说话，方宁有些犹豫地看向我的肚子，姐姐，这孩子你准备怎么办？虽然说是陆少卿的，但毕竟也是你的孩子。他说完沉默了。我摸了摸小腹，胎儿如今才2、3个月大，我时常会怀疑这里面真的长出来一个小生命吗？姐姐，你不会还对陆少卿有所期待吧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一个喜新厌旧的混蛋。他的声音越来越激动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朝他比了个小声点的手势。我们母子注定没有缘分，这个孩子我是不会留下的，毕竟他可是……我顿了顿，有些犹豫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告诉方宁那件事。以他暴躁的脾气，我怕他沉不住气，直接提着刀找陆家算账。思索良久，我嘴里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，他可是我们仇人的孩子。方宁的表情凝固在脸上。你以为陆家在10几年前是怎么突然成为陆城首富，而乔家却一夜落败？我摩挲着茶杯上面的裂纹，静静地看着方宁脸上的表情一点点瓦解。早在我嫁进陆家不久，我就发现了当年那些事情的端倪，所以陆少卿冷落我，陆老夫人苛待我，这些我都一一咽下。并不是因为我对陆少卿有多深情，当年父亲惨死，母亲郁郁而终，我在瓢泼大雨中不停敲打陆家的门，只等来一句冰冷的“乔小姐请回吧”。那时候我还天真的因为陆家只是薄情寡义，不愿伸出援手而已，从没想过他们就是罪魁祸首。落魄后，陆少卿一直照拂我，后来更是执意娶我进门，所以曾经的两情相悦是真的。但陆少卿扶摇直上后，慢慢瞧不上我也是真的。家里出事后，我一夜消沉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活泼。陆少卿是不是在方宁身上看到了过去的我的影子，所以对他一见钟情？我不得而知，也并不在意。年少之时那点感情算什么东西？我留在陆府不过是为了搜集证据，
顺便找出陆家商行经营的漏洞，找机会击垮他。没错，就凭目不识丁的我，当年方宁走丢后，乔家就只剩下我一个晚辈，所以父亲几乎是把我当接班人培养。说他们封建，他们曾经给我裹脚，虽然没过2年就拆了布，但我正在发育的身体还是受了影响，比正常的脚要小上许多。可说他们开明，他们确实顶着压力也要让我继承家业，虽然总有人劝他们再生个孩子。哎呀，女孩子家的能有什么气候？乔家这么大个家业，还是得有个男孩来继承啊。父母把这些话都当成耳旁风，只是为了少一些闲言碎语。他们都是暗中教授我经商的学问，哪些铺子盈利最多，但却不能长久，哪些铺子虽然看着生意惨淡，但其实是最稳当的。那时候我想找陆少卿谈论这些事情，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就开始吐槽学校里的女同学多么强势，死活不肯让他占了半分便宜。我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陆少卿说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嫁过去之后只需要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行了，至于赚钱、继承家业这些繁琐事情，让他一个人来就行。那时候我不想扫他的兴，索性顺着他的意思，在他的面前装作一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。一直到乔家落败，我都没有机会一展身手，所以直到现在，所有人都以为乔家大小姐后来的陆少夫人是个胸无点墨的花瓶。陆家当年为了扩大商业版图，不惜残害有几十载交情的乔家。那时候陆少卿已经开始慢慢接触家里的生意了，那些烟杂事他不可能不知道，甚至他就参与其中。所以他后来对我的好，大概一半是因为年少交情，一半因为是内心有愧。只是后来陆少卿成了陆老板，不管是交情还是愧疚都越来越浅。听完这些，方宁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，他紧紧捏着手里的茶杯，脸都气红了。杀千刀的陆家，我原本觉得陆少卿亏待姐姐已经够可恨了，没想到他们比我想象中还要卑鄙。我瞥了眼窗外，小桃那孩子已经倚在墙边睡着了，周遭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音。不过这么多年，陆家的气运也算到头了。我站起身，从化妆盒的暗格里拿出一个账本递给方宁，他只翻了几页就皱起了眉头。陆家的商行亏空得这么厉害，我看他们风头正盛在势头上，没想到是外强中干。陆少卿野心很大，但显然能力有限。当初在学堂比不过那个女学生，他也从来不觉得是自己哪里差了点。他刚接手商行那会儿，确实让收益翻了3倍，但其实当时我就看出来了，他的那些手段多少有些可责而渔的意思。商行看似越做越大，实在已经在慢慢亏空了。我在后院里无财无势，只能悄悄添砖加瓦了一些，加速了商行的亏空。小宁，你们方家突然来陆城，想必不是想做点小生意那么简单吧？指了指账本，我托起下巴笑了。我们可以合作，我没有后盾，手里也没有能用的资源和人，只能和其他人合作。最近我正愁找不到可靠的合作对象，方宁就来了。方宁虽然平时看着吊儿郎当的，但毕竟是留过学的，家里多多少少也会培养他。他只思索了一会儿，就应了下来，把账本放好。我回去就和父亲和哥哥商量，不出1个月就把陆家。方宁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，我被他这个动作逗笑了，让他早点回去休息。方宁起身准备回去，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一脸八卦：姐姐，
你和方拓怎么样了呀？说到方拓，我好些天没见他了，我和他的关系着实有些尴尬。我是有妇之夫，他是我妹妹的哥哥，而且我怀孕这件事，他肯定也知道了。我不敢猜测他此时的想法。臭丫头，肯定是你让他来逗我玩的吧？我整日里都被烦透了，还被害得打了个半死。我对方宁的话避而不谈，装作恼怒的模样。方宁脸上闪过一丝内疚，她是真的没想到陆老夫人会对我下那样的毒手。才不是呢，是哥哥主动找我打探你的消息的。我当时以为你还放不下陆少卿，想着正好让他帮你走出来呢。我想到初见方拓那天，他站在桃树下看我，像是春天的第一缕风。方宁怕我不信，又连忙拿来我放在梳妆台上的创伤药。这个创伤药是他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的，还特地嘱咐我一定要给到你手里。我看到白瓷瓶子一愣，当时陆老夫人送来的一堆东西里没有一个能治我腰上的伤。情急之下，我翻出来这个什么都没注明的东西就用了，没想到见效特别快，居然是方拓送来的。肚子里的孩子拖不得了，越早打掉越好。方宁帮我找来副作用最小的堕胎药喝下去。小桃这个榆木脑袋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，我和方宁的关系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好了。我嘘了一声，压低声音道：我是把你当自己人才告诉你的，你嘴巴可得放严实一点。他猛地点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我就说，怎么总觉得方小姐和夫人有点像，之前都不敢说，怕夫人听了要伤心。孩子落了后，为了不露馅，每次陆老夫人来探望的时候，我都躺在床上遮住肚子。虽然那堕胎药的副作用已经是极小的了，但我身体还是变得有些虚弱。我借口说是孩子太闹腾了，所以这几天都提不起精神，只能在床上躺着休养。陆老夫人听了直乐呵，这么活泼，那指定是个大胖小子啊！闹腾点好，闹腾点好。我悄悄翻了个白眼，他老人家当真只在乎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一点也不管我的死活。他只有陆少卿这么一个孩子，而且这些年来陆家没有添过一儿半女，可把他急坏了。好不容易才等来了我肚子这个，我自然要让他最后再好好开心一下。为了不让陆少卿起疑心，方宁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他出双入对。我担心他被陆少卿占了便宜。方宁得意地摆了摆食指，我顶多让陆少卿牵牵我的手，其他的我都说等结婚后才行。他被我哄得都神魂颠倒了。说到这个，必须快点拿到陆少卿的和离书，不然陆家倒台的时候我还要受牵连。陆少卿那边已经在方宁甜言蜜语的攻势下动了休妻的念头，加上方家承诺方宁嫁过来后会给陆家商业上的帮助，他似乎已经没有闲心去思考方家是否真心了，因为陆家已经黔驴技穷了。但是陆老夫人执意要让我生下孩子之后再和离，等时机差不多了之后，我挺着平摊的小腹去给陆老夫人请安。她笑得脸上的褶子堆作一团，正想说给她看看自己的好孙子，乔叔，你肚子怎么瘪了？陆老夫人指着我的手都在颤抖，让下人扶着快步走到我面前，一脸不可置信。我不理会他，接着气定神闲地喝茶。你杀了我的乖孙儿，他差点要站不稳了，幸好有人扶着才没摔倒。我搁下茶杯，老夫人，这孩子本来就是强迫来的，我不想要，自然就打掉了。他嘴皮子一哆嗦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等他一醒来，就嚷嚷着要陆少卿休了我。乔叔，你这个毒妇！当初你和外男勾搭的时候，
我就应该打死你。提到这件事，陆少卿的脸色也有些不自然了。他那天之后就知道了方拓是方宁的哥哥，方家未来的接班人。他咳嗽一声，示意陆老夫人不要再说下去了。陆老夫人也反应过，在一旁捂着胸口不说话了。和黎叔很快就送到了院子里，我按耐不住脸上的笑，激动地在院子里转了好几个圈。大概是过于激动了，我脚下一踩空，整个人失控地往旁边倒。就在这时候，一只手扶住了我，是方拓。他穿着第一次见到我的衣服，灿若星辰的双眸里盛满了笑意。乔叔，好久不见，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来见你了，不怕玷污了你的名声。陆家早已大厦将倾，靠着我提供的那个账本，方家很快就把陆少卿掰倒了。同样的雨夜，同样的瓢泼大雨，陆少卿在方家门外从下午跪到了晚上，祈求方家能拉他一把。而我早几天就带着小桃在方家住下了，这会儿正和方宁在一块儿打牌。姐姐你耍赖！方宁连输几局，把手里的牌一扔，别过头不理我。我戳了戳他的脸颊，嘲笑他：你怎么这么输不起呀？又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们才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撑着伞打开了大门。陆少卿以为方宁心软了，激动的一抬头，发现站在方宁旁边的我。你们？他惊讶的眼睛都忘了眨。我嗤笑一声：陆大少爷，此情此景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当年我就是这么求你们的，结果最后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就是你们陆家。陆少卿嘴巴蠕动了一下，喃喃道：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吗？可是我告诉你，陆家那偌大的产业，若是让我来经营，是断然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你还是像当年那样没用，只会埋怨那个女学生为什么不肯让你。我这一大段话里的信息量实在太大，陆少卿哽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在他面前装得太像，他居然一次也没有怀疑过我。雨越下越大，我觉得没趣，拉着方宁就要回去。陆少卿回过神来，不肯放弃方宁这根救命稻草。他朝着我们大喊：阿宁，你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方宁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勾唇一笑，戏谑道：少卿哥哥，你难道不记得乔家当年走丢的乔宁妹妹了吗？我小时候还吃过你给的糖呢。他语气上扬，听起来心情好极了。陆少卿闻言彻底瘫倒在地。安顿下来后，我找方家借钱，想盘下一间铺子做生意，你想要哪家随便挑，算我送你的。方拓闻言脱口而出，我听了却不大开心，拿起吃的就堵住方拓的嘴，义正言辞道：白白得来的东西哪里有自己挣的香？再说了，我还没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本事呢。方拓失笑，但是语气却是一本正经的：抱歉，是我唐突了，还请乔老板见谅。乔老板这个称呼深得我心，我非要方宁和小桃也把对我的称呼换成乔老板，怎么听都不腻。虽然父亲曾经教授过我不少经商之道，但时隔太久，我也没有实践过。刚上手的时候还是有些困难。盘下的布匹店刚开业不久就忙中出错好几次，好在最后都化险为夷，铺子也逐渐走向正轨，经常忙到抽不开身。方拓还和我抱怨，说想请我看场电影都排不上队。方宁闲暇时就来铺子里找我，大多时候是我在算账，他碎碎念地和我讲自己在英国时的趣事儿。布匹店开张1个月后，我带着方宁去了爹娘的墓前。当年他们去世，我甚至没有多余的钱给他们修建好一些的墓碑。
后来上面都长满了杂草，所以我赚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的墓里里外外修缮了一遍，把贡品一一摆好后，我发现方宁在偷偷掉眼泪。他是个真性情的，即使走丢的时候还太小，对爹娘没什么印象，但这会儿还是会触景生情。我带着方宁跪在墓前，磕了3个响头，像是在对爹娘承诺，也像是在对自己承诺：爹娘，女儿一定会重建乔家的辉煌。这一年，我刚满25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